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31集。这一集的内容主要是在描述刘备他投靠荆州的刘表之后呢，似乎发现了荆州内部有一个政治风暴，主要围绕在刘表这个人跟他的太太蔡氏这个人身上。那我们这一集就来好好花一点时间聊聊有关于刘表跟蔡氏到底是何方神圣咯。好的，其实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荆州是块好地方。荆州它位于天下之腹中央的地带，这种地带就是交通方便嘛，对，所以都会很容易成为战略要地。我们之后就会提到，像东吴，他认为说他要夺取天下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先要攻占荆州。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继续攻占更西边的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这一带，这叫二分天下之计。我们后来还会提到的诸葛亮更著名嘛，三分天下嘛，三分天下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刘备你要掌握荆州以及益州，你才可以三足鼎立。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除了曹操以外，另外两大集团都认为荆州很重要，一定要掌握。那对于曹操来讲，如果要击败对手，那当然是抢占荆州，所以荆州是个战略要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荆州这个地方某些地区其实开发的非常不错，所以是个富饶之地。但是呢，在东汉末年，荆州这个地方有段时间非常的混乱，这就要从一个老熟人说起，谁呢？孙坚。当年孙坚要去攻打董卓的时候，路过荆州，他就觉得说这个荆州刺史啊对我不礼貌啊，于是找个机会啪就把荆州刺史给杀了。杀完之后也不管，就继续征讨董卓了。荆州这时候一看说，哇，没有地方官各地就很多豪强起来啊，拥兵自重。所以这时候荆州其实是一个无政府状态，权力真空啊。对，权力真空怎么办？当然就要派人过去管理嘛。注意，此时掌握东汉朝廷的还是董卓。是啊，董卓说啊，荆州不能没人管啊，这样子好，找个汉室宗亲刘表，你给我去管理荆州。那其实刘表觉得说，我的天哪，我收到个烂摊子。为什么？因为荆州已经这个混乱失序了嘛，对不对？事实上，等到刘表要前来荆州的时候，荆州的有利人士很多人是不希望刘表来的，他们会觉得说，你看我现在可以当三大王，就是因为没有朝廷的命令，现在朝廷又派了一个新的地方官来，你来了啊，我要怎么当三大王，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甚至已经提前埋伏好在几个通往荆州的要点，就想说你过来我就弄死你，搞得刘表怎么样？他只能单枪匹马上任，他不敢带其他人，因为怕说人太多会引起注意，所以他算是很狼狈的情况下嘛，一个人东躲西藏，最终才进入到荆州的境内。刘表他到达荆州之后，其实就立刻布达说，我已经上任啊，如果有意愿跟我们一起畅谈荆州的未来的话，欢迎派代表一起来协商。那此时呢，史书就描述有两大家族派人过去了，第一个家族南郡蒯家，第二个家族襄阳蔡家。那这两个家族对当时的刘表提供了什么样的建议呢？蒯家是提供谋略，包含就是说，现在大家乱成一团怎么办呢？答案就是你找那几个刺头过来，一口气把他们给挂掉，立威。事实上后来刘表也这么做，所以很多人被吓到说，那个看来新来的地方官不好惹啊，才逐渐的顺从刘表的安排。那襄阳蔡家提供的是什么呢？提供的是婚姻。什么意思？就是刘表你毕竟是外来户嘛，荆州各大家族虽然很想要信任你，但又很难信任你，那怎么办呢？这样子好啊，你刘表不如就娶了我们蔡家的女子，你这样子就跟我们荆州在地势力结为姻亲啦。那我们其他的荆州家族就会觉得说，刘表果然有心治理荆州，而且是愿意重视我们荆州当地人士的权益的。那你看，你得了一个蔡家，是不是就会带动其他家族也对你同样有信心呢？当然，刘表就是不会拒绝嘛，就是说，
哦，好啊，好啊，很好啊，是于公于私，有什么不好的呢？OK， 于是蔡家的女儿就嫁给了刘表，而这个蔡家女儿就是电视剧所提到的蔡氏。那这边我来提一下，女人其实在古代毕竟是没办法当家做主的嘛，对不对？蔡家真正能够抛头露面出来说话、主持大局的是一个人，叫做蔡瑁。那这个蔡瑁跟蔡氏是什么关系呢？电视剧是说蔡氏是蔡瑁的姐姐，但是其实不同史书有不同的说法哦。蔡氏是蔡瑁的姐姐，这个说法是从哪边出来的呢？是从《后汉书》这则史料上面是这么写的：七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意思就是刘表的老婆的弟弟蔡瑁获得了信任。所以这就是证明说，蔡瑁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一位。可是另外一个史料《襄阳记》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叫做蔡凤，蔡凤呢，她有2个女儿，大女儿嫁给黄承彦作为妻子，二女儿呢嫁给刘表作为妻子，而这个二女儿她是蔡瑁的妹妹。关系好复杂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2个史料互相打架嘛，那也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作为证明嘛，所以我看到这边就想说，好啊，这就是一个谜，就好像有人说女人的年纪是一个秘密啊，你是不要轻易试探的。所以我甚至都有脑补，不知道历史现场是不是有这么一段，就是蔡瑁提出说，好，我们襄阳蔡家愿意鼎力支持刘表刘将军你啊，怎么支持呢？我蔡瑁这边有个妹妹，不如你就娶了我妹妹好不好？然后刘表就说，醒醒吧，你没有妹妹。那是你姐姐，不要以为我不知道。OK， 然后蔡瑁就会说：“将军啊，我听某个朋友有讲说，年纪是女人的秘密，有些事情你看破就别说破嘛，对不对？”然后刘表就会回答说：“你说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先承认你就是你朋友。”对对对对 ，OK， 好啊，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总之她就是蔡家的女儿嘛，是对不对？那这个蔡氏对于刘表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第一个影响，的确透过政治联姻，荆州各大家族为刘表室瞻，这是第一点。再来第2点呢，影响刘表对于继承人的看法。其实刘表在娶蔡氏之前，他自己已经先有老婆了。那不知道他抵达荆州的时候，老婆是已经过世了，还是一段时间之后，反正他老婆就是一定过世了。那这个刘表前妻就有帮刘表生下个小孩，叫做刘琦。本来刘表是还蛮喜欢刘琦的，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像我啊，爸爸看了很喜欢，你又是长子嘛，对不对？那当然位置就是交给你啦。可是后来刘表又生下一个小孩，叫做刘琮，而这个刘琮呢，老婆是蔡氏的外甥女。简单讲，刘琮跟蔡氏是有亲戚关系的。此时蔡氏就开始动脑筋，就想说这个刘表总是会死的嘛，对不对？刘表死后，荆州要继续维持安定啊，那他的继承人就很重要啊。如果是刘琦来当继承人呢，不是说不好，而是刘琦跟我们荆州在地人是怎么样关系不深，对啊，因为毕竟是外来的嘛。对啊，你是前妻生的嘛，对不对？而刘琮呢，你跟蔡家是有联姻关系的我们熟啊，对不对？就可以继续延续刘表跟蔡家结婚，然后稳定各大荆州势力的格局跟关系，这样子是不是方便很多？所以蔡氏不管他是比较喜欢刘琮，或是站在大局，就是家族可以在荆州更稳定发展作为前提的情况下，就不断跟刘表讲说，我觉得刘琮其实比较好刘琮比较有才能你那个刘琦也不是说不行啦，但刘琮更棒啦总之在这个枕边风吹着吹着，后来刘表的心意就逐渐从刘琦转到刘琮身上。这个好像在电视剧里面其实也有多多少少提到嘛，就是刘琦刘公子啊，就一直常常跟刘备哭诉说，我的爸爸好像要把我抛弃冷落啦，都是那个蔡氏惹的祸啊。是。然后这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刘备他就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不想要去碰所谓的荆州内政嘛，甚至还要避开一些什么聚会有的没的但是呢，有一次他在这个聚会上就不小心遇到了蔡氏，然后蔡氏就说，我是蔡氏。这个地方呢，我就很想问金老师啊，就是说，古代女子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姓而已吗？我觉得这边是还蛮合理的。先说啦，古代因为女子地位比较低，绝大部分有姓无名，
当然有的时候还是会取名字小名嘛，对不对？在家里还是小孩子的状态，这样子比较好昵称嘛，对不对？像是东吴著名的君主孙权，他就有2个女儿，那这2个女儿有名有姓之外，还有小名，大女儿叫做大虎，小女儿叫做小虎，所以呢，如果要昵称的话，就要孙大虎、孙小虎这个样子。我也是不知道孙权的取名的这个艺术在哪边啊。Okay. 好，总之继续说回来，所以女子要有名有姓，第一个先决条件，你家要够有地位，不然一般平民老百姓，哎呀，活着都不容易了哈，你要名字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可能大部分都只有姓没有名。再来第2点，那你说蔡氏她的确是大家族的女子啊，那她就可能有名有姓嘛，对不对？是啊。那她干嘛不直接对刘备讲说，我姓什么名什么这个样子呢？对啊。答案是因为女子名字这个东西，只有给很亲密的人你才可以知道。因为毕竟她跟刘备才第一次见面嘛。对啊，什么就是亲密的人呢？亲人啊，比方说蔡瑁嘛，不管是我哥哥还是我弟弟，够亲密嘛，一家人嘛，对不对？我爸嘛，对不对？我老公啊，刘表啊，他们都可以知道啊。结果呢，刘备才第一次见面，你就站在刘表的心中来想想哈，这本来是很亲密的人才知道，结果蔡氏第一次见到刘备说啊，我的小名是什么啦？你以后可以称呼我为小名哦。对，哇，刘表就会觉得说，天哪，你在干嘛？你是有什么意图吗？对啊，哇，我虽然老了，你也不要那么快找下家。所以电视剧这边蔡氏见到刘备说，我是蔡氏。当然啦，这句话我觉得太过于直白了，但如果你修饰一下，变成说我是刘表的贱内，好，就是自谦一下嘛，因为古代女子地位低，所以要叫贱内嘛。我是刘表的贱内蔡氏，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是，反而他如果连名带姓爆出来，刘备可能要冷汗直流，就是你现在跟我讲这干嘛？这个是不是晚上接下来还有要加班？可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蔡氏在荆州的内部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嘛。是。那他在史实上面有什么样实际的作为吗？好的，刚刚前面有说过嘛，就是蔡氏他代表的是荆州在地家族的利益。那这边就要多提史书曾经对他的一个描述。简单来讲，就是刘表曾经观望曹操跟袁绍的官渡大战。那此时底下就有人建议他说：“你2个选一个嘛，你选择支持谁，对方很容易就获胜，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坐享渔翁之利啊，对不对？”但是刘表这个人就是有点拿不定主意，他怕就是那种下错宝，所以就始终处于观望状态。那观望来观望去，他又很想要了解到底现在实际状况为何，所以刘表就叫一个手下叫做韩松，就说：“来，你代表我出使曹操，就去曹操那边哈当使者，顺便帮我去探听一下状况。”结果韩松就讲说：“将军啊，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曹操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他是汉朝的大臣啊，所以其实我去朝见曹操，就等于是朝见汉朝的朝廷。那假设汉朝朝廷今天突然要封个官位给我做，那我只能选择答应啊，因为这是皇帝给我的官啊。那请问这个时候，我是刘表将军你的人，还是汉朝朝廷的人呢？你会不会就借机的脱离荆州了呢？应该说韩松其实一开始表示说，我对将军你是忠心的，但是人家如果一道人事命令下来，我就一定要成为东汉朝廷的大臣嘛，对不对？那到时候不好意思，屁股决定脑袋，我既然是东汉朝廷的大臣，我就只能站在东汉朝廷，实际上也就是曹操那边来着想，我就不能为你效忠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派我出使，你不要做这件事情。Okay. 对，刘表说，就说嘛，讲那么多理由，到底去不去？韩松没办法，就是话都已经讲这么白，好，我去啊，去了东汉朝廷那边，果然曹操就用皇帝的名义说，来封官，好，给你韩松一个位置坐。来，韩松啊，你现在是汉朝的官员哦，你去荆州帮我跟刘表讲讲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可以的话，最好赶快报效朝廷哈，就是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哈。韩松就代表曹操，或是说东汉朝廷出使荆州，就说朝廷那边有命令，将军你要不要考虑就是投靠中央？刘表就说：“等一下，你不是代表我出席吗？怎么你回来之后要叫我投靠朝廷中央？你还是不是我的人呐？”韩松就说：“我不是出发前就跟你讲了吗？早跟你讲过。对啊，我就跟你说，我出发过去，我就不一定能够成为你的人啊。现在你这样质疑我，你好意思吗？”刘表说：“不对，不管，一定是你有问题。”所
所以就很生气，尝试要杀掉韩松。当时是几百个人有尝试着，就是说劝阻刘表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啦，那个时候这样做不好啊。”刘表说：“不管就不管，我要把他给干掉。”此时有人站了出来劝诫，谁？就是蔡氏。他就说：“老公啊，这个韩松是荆州最有名望的人之一，你现在把他给杀了，而且他就是直言相告，他出发前就已经直言相告啊，你还要把他给弄死，你这个名声好像不太好。”那刘表听了就是那种一股气憋着说：“好，暂且不死，把他给我关到监狱里面去。”后来刘表就是把陪着韩松一起出使的人找过来，严刑拷打，说韩松到底有没有背叛我啊？那些被打的遍体鳞伤就说没有，他真的没有背叛你，对，他对你没有别的意图。刘表才相信说好吧，韩松说是真的，韩松才逃过一劫。那蔡氏的这一句话就阻止了暴走当中的刘表。那我觉得有2大原因，第一个，老婆说话嘛，亲密嘛，对不对？是。但我觉得刘表他不是单纯的妻管严，说老婆讲话我很害怕，而是蔡氏讲话代表说，等一下，我蔡家不认可刘表对荆州有名望人士乱动手。他是荆州人啊，我也是荆州有名望的家族啊，你刘表要获得荆州人的支持，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所以刘表他即便再气，也只能选择好先忍下来，找到真实的证据再弄死他。那偏偏又找不到真实的证据，所以找就坡下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蔡氏他其实虽然没有办法像男生一样抛头露面，但讲的话是很有影响力的。哇哦，那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电视剧它呈现的荆州内部，我觉得有点排外的感觉。是，的确是。所以刘备进去，哇，那这些人的确，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荆州最想要的是什么？是安全啊。是啊。他为什么接纳刘表？因为我们荆州本来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们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代表来凝聚人心啊。刘表来了，太好了，赶快去找他成为我们的荆州的守护者。但是请注意，你是荆州的守护者，我们荆州人士愿意支持你，是你能够为我们荆州人士带来好处，他们才接纳刘表这个外来者。而你刘备是什么人？你刘备是曹操的死敌啊，你去哪边，曹操就打到哪边去啊。结果你刘备现在投靠我们荆州这边来了，那我们荆州不就要面对曹操这个超级强大的对手吗？你来干什么？当然啦，刘表接纳了刘备，好，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邀请他说有些事情来找你商量。可是蔡家就很不喜欢这个刘备。根据《世语》这一个史料记载，有一次刘表就邀请刘备说开个宴会吧。然后呢，蔡家的代表蔡瑁就派军队打算半途干掉刘备。那个刘备后来发现，就赶快逃跑，逃着，追兵也追着，就来到一条溪流的旁边。那这条溪流很大，水流很湍急，你大概是渡过不了这个溪流，会被冲到下游去的。所以刘备此时就觉得说怎么办？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该怎么办呢？他只好对着自己的胯下骏马叫做狄卢说：“狄卢，现在已经被逼到紧要关头了，你要努力呀！”结果不知道是刘备他会说马语吗？还是狄卢他很通人性嘛？这狄卢突然啪就跳了超高超远，直接越过整个潭溪。这个就是三国历史上或是说小说情节当中非常著名的马越潭溪事件。有这个在电视剧里面也有呈现出来啊，我印象也蛮深刻的。但是这个在史实上是真实有被记载的吗？好，答案是有啊。首先我刚刚有说这是出自一个史料叫做《世语》嘛，那《世语》的可信度高吗？裴松之有把它拿出来作为注解说，有这么一段史料说了这么一段事。但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再次强调，这个人治史怎么样？严谨啊。我但凡有一点疑惑，有一点疑虑，我就不要用这则史料。所以你到底觉得可不可信呢？裴松之大概就觉得说，还是有它的价值的。那陈寿就说，他不能100%可信，我不用啊，你要不要用？你家的事情。对。那说回来，这则狄卢马，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论稿的时候，你听到狄卢马就说，这个好像是在那个游戏当中就会出现的一个关键的道具，对，可以用钱购买啊。对，我玩那个
光荣三国志，我是玩那种战略那种战棋类游戏， Okay, 对，迪卢马也是可以购买的。顺带一提，迪卢马可以购买，它也有特殊能力，很好用，但它的价格会比赤兔马低。最后来多说一下迪卢这个东西哈，这种马可能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根据伯乐的《相马经》曾经提到，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鱼燕，一名迪卢，就是说，哎呀，这个马如果它的额头上面有那个白痕哈，对，它就叫迪卢马。但是这个迪卢马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就是谁骑它，谁的性命就算是到头啦。你说克主人吗？哎，对对对对对。Okay. 三国演义其实也演到这个桥段，就是说刘备获得迪卢马，然后有人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个迪卢马啊是会克死主人啊，你不要骑哈。如果你真的要骑的话，我告诉你个方法。”然后刘备就问说：“什么方法？”就说你就找个人上来哈，那个人他骑了死掉之后，好，就算是帮你挡掉这一劫，你再骑上去就好。好，刘备说：“我这个人很有仁德的，我怎么忍心做这件事情呢？”后来才出现这个马月檀溪事件，就是说想说，哎，是不是这种就是说克死主人也只是一种传说嘛，对不对？事实上，《三国演义》作为小说还是很讲逻辑性的，因为迪卢马后来的确还是克死人的。就是《三国演义》后来有描述到，刘备得到新的军师庞统，然后一起去进攻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庞统要骑马的时候，突然那个马就把庞统给掀翻了。好，刘备就说：“啊，你没事吧？你怎么骑那么烂的一匹马呢？”然后庞统就说：“啊，我也觉得好奇怪，这匹马平常不是这个样子，怎么今天就把我给摔下来？”然后刘备说：“那这样子好，你骑我的迪卢马好了，我骑它都很温顺，它是一匹好马，你还骑它吧。”结果庞统骑了迪卢马，没过多久就遇到埋伏，然后被乱箭射死了。所以可见迪卢马还真的有克主的状况。那为什么就只有刘备没被克呢？答案是刘备命太硬吧，就硬到说有一个 AT 立场之类的，然后那种死亡的气息直接被刘备那种超级强大的那种凌压或是霸气给弹开来，这算是小说的一种描述啦。好，所以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荆州内部的权力变化，还有刘备跟刘表以及蔡氏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